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首先呢，关于英文稿件的翻译有几位朋友帮了很大的忙。那我在这里呢，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他们分别是 Bin、Alvin、贾浩、瑞奇、D、朱莉、威明、贾月，感谢你们的热情帮忙。那好，今天呢，我们分享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呢是关于山西阳泉商业银行遭挤兑的事件。那顺着这个事件呢，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中国的中小银行自去年以来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类似的暴雷事件。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说一说6月18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郭树清主席的讲了几句话媒体呢形容他为灵魂四问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媒体呢也开始喜欢用这个词儿了。那好，我们呢先说一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到底怎么了，尤其是中小银行怎么了？为什么接二连三呢开始发生这种暴雷事件？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5月份内蒙古包商银行的当时的惊天暴雷那个是发生的第一起事件。那当时呢，人们说是特殊人物的特殊事件当时的包商银行的实际控制人是肖建华，那人们呢认为肖建华的东窗事发导致了包商银行的倒下。那可是没过几个月呢，辽宁省的锦州银行、山东省的恒丰银行呢也相继出事这个呢就有点不对劲儿了再紧接着呢，到10月、11月又出现了更多的更离奇的，包括一些中小银行的挤兑事件开始出现比如伊川农商银行和沿海营口银行那这两个银行的事件爆发呢，相隔不过也就是1周时间。那到了2020年的4月份呢，又出现了甘肃银行的挤兑事件的报道。那最后呢就是最近2天报道的这个山西阳泉银行遭遇挤兑事件。那在这次事件中呢，山西阳泉副市长呢出来这个安稳大家的情绪那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阳泉银行目前运作正常，资金充沛，并愿以市长身份、人格与党性做出担保。那关于副市长的这个讲话呢，网上呢有视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检索。那好，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回顾了自去年包商银行出事以来一系列的中小银行暴雷事件的这个相关报道。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呢，造成了层出不穷的中国中小银行的暴雷事件到底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的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分析分析。那中国的银行体系呢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国有的6大行，也就是工农中建交再加上邮储银行。那这6家银行的资产规模呢非常庞大124万亿，那是中国银行系统的一个顶梁柱它资产规模呢占到整个银行业体系的49.25%也就是相当于半壁江山。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呢一共有12家包括我们熟知的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这些都是股份制银行。那上面讲的出事的那个山东省的恒丰银行呢，它其实也是股份制银行也是这12家银行之一。那这些股份制银行资产规模有多大呢一共是54万亿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呢，我已经给大家这个表里面列出来了。那它的资产规模呢占到21.54%那最后呢，第3层次就是大量的城商行和农商行，那他们呢都是有地域经营限制的只能在本地经营范围内经营，不允许跨区经营。那城商行呢，全国一共有134家，资产规模呢是38.1万亿，资产规模的占比呢是15.14%。那农商行呢就更多了，包括那些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很多1400多家大概。资产规模呢也不小达到了39.1万亿资产规模的占比呢是15.5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城商行和农商行这2块加起来大概就是77万亿左右，其实是不小的资产规模。那顺带呢再说一句，这个资产增速这个表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目前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资产增速最快其次是国有大行，最差是城商行、农商行。那这个呢就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一个结构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14、15年以后发生了什么这个银行的同业存单呢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这个金融工具呢是13年底开始创设出来的。那在14年、15年以后呢这个同业存单呢就开始大量的发行那什么叫银行同业存单呢简单来说就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一个债券所谓同业嘛，同业就是大家都是银行，那存单呢其实就是一张债权凭证。那为什么要创设这个工具呢那是因为中国的中小银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存款就负债端它缺乏资金。那你想它只能在所在区域里面经营，那只能吸收这个当地的一些存款同时呢这个当地还有很多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国有大行股份行人家跟你去竞争，对吧？那你吸收存款的能力就比较弱。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中小银行短缺存款的这个问题啊，创设了银行的同业存单啊，可以允许中小银行去发行这个同业存单，去向国有大行去借钱。那这样呢，就补充了中小银行负债端的存款来源不足的问题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就是这个同业存单呢一发行以后啊，一发不可收拾啊，各个中小银行的动力啊非常强啊，摩拳擦掌，都想扩大经营规模啊。那扩大经营规模，也就是扩大资产规模，扩大这个贷款规模，对吧？所以出现了15年以后呢，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啊狂飙突进的一个时代啊。中小银行呢，在16、17年这些年份啊，资产规模的增速呢，基本都在15%以上，那高的有时候是20%多。那这么高的资产增速，你靠的是什么呢？你需要这个同业存单这个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啊，去补充弹药。那同业存单这个金融工具呢，就是给了中小银行补充的弹药啊，使得他们的这个资产规模呢可以迅速膨胀。当然，这个弹药的大部分来源呢，基本都是国有大行提供的啊。国有大行买了大量的中小银行的同业存单。那大家看这张表啊，这张表呢就是我统计的从2014年一直到2019年末啊，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可以看到2014年呢是同业存单的发行元年啊，当时呢这个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只有不到9000亿啊，8900多亿，而且基本全是中小型的商业银行。那一直到2019年呢，同业存单的这个总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7.9万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规模的增速非常快，短短的4、5年时间是吧，翻了10几倍。那可以看到，在2014、2015、2016年呢，同业存单基本都是中小商业银行发行的。那我这里面的中小商业银行呢，主要是指扣除6大行以外的商业银行啊，我都把它划到这个中小商业银行里面了。而到了17年以后呢，才有国有大行才开始啊，陆陆续续发一些同业存单。所以看到中小型商业银行啊，这个同业存单是发行的一个核心主体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同业存单以后啊，其实这个中小银行、这个大银行、小银行、中型银行，它全部啊铁锁连环啊，通过同业存单以后，其实就是全部连接起来了，整个这个链条呢就全部打成一个链条了。所以这是啊同业存单的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啊，就是中国的放水。大家知道15年以后呢，中国有一波很猛烈的放水啊，主要是涨价去库存啊，包括这个3去1降1补啊，包括这个多次的降准降息啊，反正就是很大的一波放水。那这波放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力军呢，其实就是靠中小银行的信贷扩张，靠中小银行的这个资产规模的扩张。那中小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出了非常大的力的啊。那整个的资产增速呢非常快啊，对当地的中小企业，包括对当地的城投公司和经济发展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所以他们这个坏账的积累呢，那也就很快啊。那到了今天呢，很多中小银行的贷款有些收不回来，不良资产呢也开始暴露啊，同业存单的增长呢也开始乏力啊，大家可以看到将近19万亿的这个同业存单非常大了。那所以一边是负债端资金来源的不足，一边呢是资产端不良资产的开始暴露啊，所以到了19年以后呢，两边一挤压啊，就开始暴露一些问题。那像去年呢，就是一下子出现了好几家中小银行的暴露问题啊。我们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嘛，说这个厨房里面如果有一只蟑螂啊，往往就不会只有一只蟑螂，那可能还有很多只。所以说自包商银行事件以后呢，这个很多的中小银行层出不穷啊，都开始陆陆续续暴露风险啊，暴露一些问题。而且自包商银行事件以后呢，很多中小银行的信用受损，大银行呢不愿意再购买中小银行的同业存单啊，所以同业存单的这个认购率发行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这2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高层呢一直在提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问题。不管是大会、小会什么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会议就都多次提及这个要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那我看最新的财新网的报道呢，是通过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准备给中小银行注资2000亿，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那之所以通过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去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呢，它本的一个原则呢，也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本着这个原则。由地方政府自己来解决当地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那好，这个呢是第一部分也是给大家分析了中小银行为什么最近老是频繁的暴雷的这个原因前因后果吧。那接着呢，我们说一下这个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主席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的讲话。那首先呢，我带大家回顾一下18年呢，他也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也发表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讲话当时呢还是非常有底气的当时在18年的这个会议上，他提出了去杠杆包括打击庞氏骗局
其实是相当于非常有底气的一个表态他也认为这个实体经济呢经受得住一定的程度的去杠杆所以提出了这个，而且实实在在呢也进行了一定的去杠杆的动作，所以2018年整个的宏观杠杆率呢确实有所下降是下降了1.5%。但是今时呢不同往日如今的中国呢可以说没有谁再敢提去杠杆这回事儿，可以说能维持杠杆就不错了。当然呢，这个今年的这个陆家嘴金融论坛这个媒体形容的郭树清主席的灵魂四问其实更是说明了就是另一个极端呢也走不通了你想去杠杆你走不通，你想再加杠杆呢其实也走不动了。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郭树清主席的灵魂四问其实他也不是灵魂四问了，我是给他挑了就是有4句比较关键的话。那第一句呢，就是他说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那其实说到这个预留政策空间我们不得不提这个央行的上一次发文就是他讲从18年初到现在一共降准12次，释放了基础货币8万亿，存款准备金率呢从18年初的14.6%一路下降到现在的9.4%。那这个政策的空间呢到底是为今后预留呢，还是比较紧张，到底没有了呢就是如果继续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继续降准会有多大的金融风险呢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思考。那郭树清主席呢还有说了第二句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这么多的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的印发货币呢这是他的第二句。那这个呢我觉得主要他是在说美联储就是说尤其是美联储的这次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很明显世界各国央行呢都在跟着美联储宽松但是大家宽松的能力呢其实是有差别的就如果下次再发生大的危机和突发事件大家还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全球央行美联储的这个宽松动作，还有没有货币弹药的这个储备空间，还能不能再宽松。那第三句呢其实它也是个警示他说早在2000多年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以后人类曾经遭遇过的多次灾难。那金融业人士呢不能不懂得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那这个话呢说的就比较重了，其实呢确实是个很重的一个警示因为在纸币出现以后，确实人类发生过很多次的危机，这个德国魏玛时期的大通胀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恶性通胀还有这个1929年的这个大萧条当然他们的是不同的经济危机一个是这个恶性通胀，一个是大通缩大萧条，是不同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经济危机。那不管怎么说，这句话呢我的感觉呢就是还是一个很重的警示感觉呢是给人要悬崖勒马就告诫你要再往前走呢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那第4句话说的是什么呢？第4句话说的是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依然高歌猛进不断上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我想这句话呢一部分呢他说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股票对吧又创新高，另一部分呢可能他也不好意思说其实中国也有这个问题，这个不断的放水，这个房地产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也是在高歌猛进对吧，实体经济呢是非常惨淡的。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完这4句话吧，这几句话吧，给我的一个总的感觉呢是宽松呢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就是从这次其实特别国债的发行我们也能看出来其实不过就是1万亿嘛，对不对？对我们来说1万亿好像不算什么对吧，这么多年4万亿也走过来了，这个几万亿也走过来了，还怕个1万亿嘛？但是这个特别国债也争议了很久，从4月份就提出来，一直到6月份呢，经过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大讨论争议到现在呢才尘埃落定。而且呢还需要6月7月份大家看这个新闻，而且它需要适当的减少6到7月份的一般国债地方债的发行量为特别国债发行腾出市场空间也就是为特别国债让路嘛，让特别国债先发行那些一般国债一般地方债往后放其实说白了呢还不是资金不充裕嘛，对吧？资金不充裕，商业银行它承受不了大量的短时间内的发债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承接它有压力。好，那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了山西阳泉商业银行遭挤兑这件事儿并沿着这件事儿呢，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中小银行暴雷事件层出不穷以及它背后的机制和原理。那接着呢，给大家分析了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同时他也是央行的党委书记了。那在陆家嘴金融论坛的讲话所谓的灵魂四问。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记得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